你看一下，我给你选择了这么个风水宝地，你得感谢我。进去！快去！然而这次，也许是因为朱红不为所动，也许是因为王博和雷小坤想杀人立威，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年轻的雷小坤一时冲动。朱红，钱你到底还不还？没钱，我没钱，放了我王博和雷小坤很快被捕。第二天，这个铁笼是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笼体经过水流的冲击和岩石的碰撞已经变形，但在笼内发现了朱红的衣物残留，并找到 DNA 证据。朱红的尸体虽然没有被立刻找到，但是可以做出死亡的合理推论。王博和雷小坤对于杀害朱红的事实供认不讳，甚至在一审判处死刑后都没有上诉。你说，既然上诉不加刑，他俩为什么不上诉呢？哎，这是个好问题。这个等咱们俩提讯他的时候，可以好好问问。也许这是两个敢做敢当的讲究人了。对了，这个人叫邹亮，是乔少廷的小学同学。哟，赵警官终于言无不尽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他那个老同学，他在京港银行的信贷部工作。邹亮，来出去啊！他是被谋杀的。他死于毒品注射过量，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那海港支队为什么会怀疑到你身上？现场除了到处都是我的指纹以外，海港支队还发现了我跟邹亮之间有一笔20万的转账记录。他跟我借钱。什么钱？而乔少廷给海港支队的解释是说，这个邹亮说他手头紧，跟他借了20万，但是没打欠条，也没有留下任何跟这事儿有关的文字和通信记录。好吧，虽说没有证据也不算什么，但总不能说他刚借了人钱，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海港支队还在邹亮的车里发现了他留给乔少廷的银行财务单据，是朱红和他家属的。你给凶手做辩护，为什么要去查我们家上上下下的银行财务记录呢？看来你跟邹亮不是好久不见啊。他到底是念的哪份情啊？还真的什么都跟你说。乔律师，你那样做应该是违背律师职业道德，甚至违法的。我可以投诉或者举报你。无所谓。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你不是那种人，但人都是会变的，对吧？这事儿很有可能有违规违法的嫌疑，但是也不至于要到把你抓起来的地步吧？海港支队拿着这些记录去进港银行核实了，所有的单据都是伪造的。那就是说，公安认为是你出钱让邹亮制造了伪证，然后他以此要挟你，想要更多的钱，是这么个逻辑吗？
海港支队向京港司法局核实过，这个案子德智所一共就收了10万块钱，他乔尔廷花了20万去找人造假，权贵世家律师都这么会算账的？我看他自从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啊，他的沉没成本可远不止20万。我觉得这个乔尔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他失去的越多，执念就越重。执念？他有什么执念啊？管什么？是不是不听话？多久？给我管钱！我觉得王博、雷小坤不是故意杀人。乔律师，你仔细看一下，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这2个罪名很容易发生牵连或竞合，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害人遇害显然不是非法拘禁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而是被告人故意实施的行为，所以应当按照故意杀人论处。就算是故意杀人，那也是未遂。这下麻烦大了。我认为朱红并没有死。哎，我正打电话找你呢。主任，疏购公司不再和咱们续约长期法律顾问这事儿了，你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吗？不是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合同今天给退回来了，小顾打电话和那边联系了，那边的财务说暂时不考虑和咱们续约的事儿。之前肖律师处理过他们公司一个事儿，回头我问问疏购的刘总。刘瑞被抓了。什么？疏购集团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就把电购那边的刘总给抓了，好像是涉嫌职务侵占一类的。这肖律师最近经手的案子，我怎么有点看不透啊？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有什么可看不透的？大白天的，2个大老爷们儿又是同行，你这整了个那什么似的。这样外面的人就不容易看到咱俩，就能显得更奇怪，幼不幼稚？咱俩又没什么了，想心虚什么呀？真的没什么吗？哎，那疏购公司是怎么回事？疏购啊，是不是我们所新接的那个常年法律顾问？你少跟我装蒜，你到底是哪头的呀？你这就没意思了啊！大家的想法不都是一样的吗？怎么讲？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时把风险降到最低。你可别忘了，会这么想的可不止咱俩。那个肖律师可不简单。你跟我说过啊，这个肖律师是可控的。没有，我只是告诉你，他是可牺牲的。这个贩毒案的辩护思路，我还是看看能否在那个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上做文章吧。可当时氯胺酮就是没被纳入毒品啊，这文章怎么个做法？看从哪个角度上说啊，氯胺酮有可能对人体发生作用的最低致死剂量是500毫克，1克就能杀死俩？王明检举马肖俊的行为
从法律上并不构成立功，但是客观上呢，它阻止了有可能使5400人致死剂量的国家管制类药品流入市场。这是一种积极正向的协助国家司法机关的行为，也和刑法中鼓励嫌疑人检举立功的精神是一致的。你这个春秋笔法，那照这么一说，王明可以无罪释放啦？勉强也就是个闻过是非，而且我也不认为合议庭会采信。你电话。薛律师，麻烦您下次打电话来，先发个消息问我方不方便。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告诉你，收购的法律顾问我拿下来了，顾问费是上付的。说好的那一半，我是转账给你，还是给你拿现金？转账有记录，现金吧。但是我又不想见你，怎么办呢？您可以叫别人来取啊，或者我让高伟给您送过去。我想想吧。真是奇了怪了。什么意思啊？你就不关心你的那一半是多少钱吗？我挂电话了。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咱俩可是合作伙伴哦。不好意思，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合作伙伴了。留步吧，你怎么说呀？也是力学的秘书长，让别人看见多不合适啊！我送我的老师出来，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很快您可能也就是我的领导。哎呀，这几年律协呀不容易啊！我本来希望过来啊替你们正一正风气，不过乔耀庭这件事儿呢，你们反应得很及时，处理的也非常果断。应该不用我这个老头子来多管闲事了吧？啊，瞧您这话说的，有老师亲自作证，我们出去说话都硬气。那老师您慢走，回吧。好。匡主任，好久不见。怎么样？主任的位子坐得可还舒服啊？那只是咱们正常的改选。您知道的，不管谁坐在这个位置上，在大家心目中对您的尊崇是不会改变的。也包括你和乔少廷嘛。主任，您能不能不计前嫌，放少廷一马？他自作自受，与我有什么相干啊？如果您能够帮少廷说句话，他100%能够摆脱目前的处境。高看我了！我要真有那个本事，怎么会连自己一手创办的事务所都保不住呢？你来这儿干什么呀？来给乔少廷说人情啊！之前是有这个打算，但是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有我又能怎么样？你不一样参选律协的会长吗？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也无妨啊。等会儿你见着肖律师，我知道，煲汤鼓励收拢人心。主任，
要是咱们所能把条件开得再好点儿，把收拢变成收买，我会非常有信心。乔律那边你搞得定吧？他可不怎么喝汤。你有什么建议吗？你是想问我乔律有什么弱点啊？乔律在乎家人，但可惜你不是黑手党，更何况主任，我怎么觉得有些事情，你得先想清楚。什么意思？我有点搞不清，你到底是要支持他，还是试图约束他？我就想保住咱们所。我不管是你进去之前，还是你出来之后，咱们所可以说是对你全力支持，甚至说是百般容忍。但如果你要老这么干的话，我这主任没法当了。我怎么了？你跟肖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指的是哪回事？别站着了，坐吧。坐啊。哦。小肖，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律师啊？我现在还没资格想这个吧，还是看看有能力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吧。原来你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还挺好。我觉得就是你没事发给肖律师一些案子，然后你自己当个甩手掌柜的。可现在倒好，他一遇上你的事儿，人就不见了；一遇到所里的事儿，要不然就庭外突然和解，要不然就是常年客户莫名其妙的解约。你敢说这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常年客户，你说的是收购公司吗？我刚来的时候，主任还是邝教授。我跟着乔律师实习，我和他一起满京港跑，调查、举证、会见、开庭。那会儿复印既不方便，价格又贵。我曾经趴在法院的窗台上抄卷，抄了整整1天。晚上家里停电，为了准备第2天上午开庭，我在路灯底下写了半宿的代理词。我那会儿非常崇拜乔律师，我觉得他不仅是个律师，而且是个好律师。我明白您说的。一晃好多年过去了，邝教授离开了德智，张震做了主任。德智所也从一开始的路边小门脸儿，变成了拥有半层楼的知名大所。你知道乔律师有什么变化吗？他一点没变。我今天在律协见着邝北平了，你说的没错，他不会放过你，也不会放过咱们所。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保住咱们所，让这所有人能够全身而退。你笑什么？有这么可笑吗？如果你坐在我的位置上，你还能笑得出来吗？没什么，我就是在想，咱不继续聊收购公司的事儿了。这事儿不可能善良，我回不了头，邝北平也一样。反正都是要连人带所一块折进去。这所本来就是人邝北平的，大不了还给他呗，这是咱们的报应。你跟宏图把我跟肖律师找过来谈话，宏图肯定想不到，咱们俩聊的是这些。我问你啊，肖律师是你招来的吗？他自己投的简历，怎么了？座被调了吗？自从咱们把邝北平赶走之后，咱们所里招任何一个人都会做详尽的背调的。当时你出事了，好像真没来得及。他有问题吗？我就想搞清楚，到底是你聪明呢，还是我运气好？在正好我需要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好搭档。还有邝北平那边，只要王伯雷小坤的案子继续查下去，我相信就会找到突破口。现在我也掌握了一些证据在手上，
那你需要咱们所为你做点什么？离远点，别溅一身血。会议室。这个开庭的应到地点怎么是在中院？涉死刑的案件不是一审就在中院吗？判决？对啊，一审是中院判的，可是这个戳是高院的，传票是不是写错了？一共9名被告人，这案子是公审，可以旁听。有些被告人没准儿还委托了2律师，高院的访问呢现在还没见完，估计是借中院的大法庭来用。可我还是觉得王明那起没被认定的立功表现，应当作为一个辩护论点。OK。主任叫你过去，是不是因为你带我办案子呀？他不担心我带你办案，他是担心我把你带坏。洪律师也是这么认为的。看来在他们心中，我被你洗脑的风险很大。洪图咋说的？我其实看待你就像我的妹妹一样。你现在就像当初的我。他大概觉得第一种态度还不适用于我和你之间。咱们这个行业对年轻人并不算友好，对年轻的女性更是如此。现在的你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在这种无助的状态下面对诸多挑战，会不自觉地把身边一个崇拜的人作为目标去依靠和追随。就连你现在跟着乔律师做事的样子，也和我当初一模一样。乔律师确实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优秀的资深从业者，但是他过时了。已经过时了。这话没什么问题啊。女人，你愿意跟谁学习是你的自由。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一个女人一定要开创自己的事业，而前提就是你不能跟在男人后面走。少提问。他用的是男人，不要跟在男人后边。不过他这个倒是没猜对，因为最近你都是跟在我后边。你别跟我说，马上就要开庭了，你只有这一个辩护论点。那你这鸡汤还熬得不如宏图呢。当然，除了动之以情以外，还得晓之以理啦。根据这个毒品检验报告呢，可以得出王明贩卖的毒品主要成分有2种：氯胺酮和甲基安非他明。K 粉和冰毒。OK。K 粉、冰毒。这是一审判决确认的它的贩毒数量。这有什么问题吗？问题就在于占大比例成分的 K 粉在案发时还没有被纳入毒品。如果我们要重新申请鉴定，需要检验出40颗摇头丸里冰毒所占的比例。常规情况下，摇头丸里冰毒的占比就是5%。假设这40颗摇头丸是超级良心货，冰毒所占比例是50%，也就是20克。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呢，这个数量的起刑点都没有那么高，所以肯定不至于要判14年。所以，你这个方案不一定行得通。做个最简单的假设，如果合议庭不接受重新鉴定的申请，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陈词吗？乔律师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提示？最好就是明确一点的那种，至少要比在闽月阁酒楼门前吃肉饼那次更明确。
不需要提示，咱们是合作伙伴，我可以直接跟你说。如果一审判决通篇读下来，会发现，这一份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相当严谨。请把东西还进去。而我们有可能为王明争取到的切入点，在于不同被告人判决结果横向比较后的一个自由裁量空间上。你是说同案的彭达？彭达贩卖的毒品数量高达470克，其中含苯丙胺类的毒品350克，理论上判死刑都够。但是一审法院认定他有减轻处罚的立功情节。这个彭达，他有前科，属于累犯。彭达的立功情节是什么？举报了王明啊。也就是说，在同罪甚至同案的情况下，彭达贩毒470克，累犯有一起被认定的立功表现。王明贩毒40克初犯，立功表现没有被认定，原因是因为他举报起获的 K 粉在54天之后才被纳入毒品。两者相比较的话，不是彭达判得太轻，就是王明判得太重。京港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李可等9人贩卖毒品案，2审现在开庭。辩护措辞要有一点策略。首先，彭达和王明的判决都是在一个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不存在有失偏颇。本案的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量刑过重，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彭达同样犯贩卖毒品罪，其贩卖毒品达470余克，其中含苯丙胺类毒品350克。其次呢，不要说彭达判得太轻，我们要跟合议庭明确表示，彭达的量刑和判决是公正的。一审判决亦认定被告人彭达贩卖毒品数量大，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一审法院认定其具有减轻处罚的情节，最后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你不是去对抗公诉机关，也不是去对抗2审法院，更不是去对抗其他被告人，你甚至不是去对抗一审法院。那我要对抗的是什么？一审判决。辩护人认为，如果以此作为量刑参照，那么一审判决对王明的刑罚明显偏重。以下是辩护人就被告人王明、彭达犯罪与刑罚作出的比较。
都欠2个月了，啊！甭废话，赶紧给我把东西滚蛋！你容我缓缓吧，啊！我孩子他爹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我上哪给你弄钱去啊？你再容我几天，好吧？至少让我出去找人拆卸一下呀。你那个死老公啊，这辈子也下不了地了，啊，回拿这个裤衩，啊，还有你那个坐牢的儿子一块枪毙了吧？啊，今天来二话，赶紧给我办，不办我就跟你断人下去。麻烦问一下，您是雷小坤的母亲吗？我们见过，我姓乔，之前您儿子那案子呀，本该是由我来做辩护的。哎，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他们的律师。呀，律师很牛啊！啊，律师管不管交房租啊？不管。但是呢，鉴于现在这种情况，打个电话报个警，对于我来说呢，算是举手之劳的事儿。报什么警啊？啊，欠租的占着房子不搬，我到哪都有理说。你知不知道我手机值多少钱？听好了啊，造成任何私人财物损失到达5000块钱以上的，构成毁财罪。而且像我这种不差钱的律师，坦白说，我根本就不会跟你赔偿和解。就算你认识个把片警也没用。看着干什么呀？把我手机捡回来呀，看看摔坏没有啊？哦，哎。是这样的，关于您儿子那案子的死刑复核，我想向您提个请求。法院都判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况且我们家也实在没有钱请律师了。是这个我理解。这次我跟他的代理呢不收费的。您方便进去说吗？哎，你看你这手机还好着呢，是吧？还亮着。上那儿站着。房租的事儿，我一会儿跟你聊啊。站好了啊。来，您坐。不好意思啊，又来打扰了。我们准备提讯王博和雷小坤，所以想看一下院里的电子档案，以便把功课做扎实一些。没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配合的。肖总，哎，上内网给他们调一下卷。好，我还马上得开个庭，有什么需求随时说。没事，你忙你忙。好，谢谢。这边请。梁哥，中午咱吃什么呀？这刚几点呀？院里的食堂还没开呢。我还没吃早饭呢。再说人咱们跑人京港中院调卷，蹭饭也不合适吧？从停车场过来的时候，我就看你一直盯着对面那家老孙家快餐。你现在真厉害呀！咱们这些餐补都还……餐标够你点一份双拼饭，外加一份烤肠和蛋花汤的。完美，去就回啊！哎，稍等，给您卡。谢谢。不好意思啊。看样子这庭开得不错啊。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跟公诉人还过了2个回合，主要是没被认定的立功行为那部分，对结果大概也没什么影响。一开始我真的是非常紧张，这么大的案子自己一个人上刑庭。不过后来我也就慢慢的冷静下来。你的自控力很好，有点异于常人。等宣判吧，看看你的努力能不能有成果。嗯。顺利的，放心吧啊，别开心啊。对，要等结果。老爷子不容易，也算是老来得子。你别看王明才23岁，这老父亲已经60多。家境不宽裕，王明找了个女朋友，想要早点结婚办婚礼，就跑去卖摇头丸。人财两空不说，还害得这老父亲从深圳到京港往返奔波。
乔律师也会同情案件的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吗？人活着吧，各有各的艰难。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比他更幸运，他也不比我们更不幸。李小坤那边呢？拿到了，我正想着我们吃个好的庆祝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儿？你的车呢？这属于我不幸的那一部分。那边。你把车押给雷小坤家属的房东了？那不然呢？那房东要把他们轰出去，我也不能在旁边看着呀。他们遇到了困难，我帮帮他们，那委托书签起来也痛快一点。估计雷小坤呢也知道他们家的状况，不想再拖累他父母了。那我怎么记得那车不是你的呀？哎呀，别提了。不过没事，我应该能赎回来。实在不行啊，你就歇歇吧。这先当表又押车，借来的车也给押出去了。我看你这块赎回来的表，没过多久也得当出去。照这么下去，很快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穷光蛋。而光呢，还真就是4年1次。穷归穷，也不耽误咱们吃饭庆祝。照这架势，估计也是吃不上什么好的了。乔律师，院里的法官除了开庭的时候穿法官袍以外，平时都是短袖制服吧？法院更换春夏和秋冬制服呢，基本上都是由地区中院和省高院统一通知。院里有中央空调，所以现在还穿着春夏制服。那北方的法官现在穿长袖制服吗？应该是吧？怎么了？哦，没什么，看见漂亮姑娘了。啊，对，我跟方圆过来提醒一下被告人。没问题，您放心啊，我会尽快的。好的。前任叫你回去呢。等提醒完被告人，我就回去。哎，这复核案子咱们组停了吗？就算是组了呗，我你，回头我再问问张涛或者焦志有没有空。这合议庭不就算是凑齐了吗？你这是先斩后奏，回去等着被挨批吧，到时候。哦，对了，我刚才在电梯里看见前2天怼你哥们儿那女律师了，就是他妹跟乔尔廷一块儿那个，估计是过来开庭的。我去买饭的时候还看到乔尔廷在院门口等他呢。看来他俩现在是合伙作案，就地分赃了。老律师给年轻律师发案子做。不挺常见的吗？一个被暂停执业的老律师。那你的意思，就是乔尔廷如果对这个案子不放手的话，顶在前面的很有可能就是萧闯的妹妹。哎，你怎么先吃上了？你不是说不饿吗？我这都饿死了。好吃吧？这家特好吃。今天呢，我3个辩护观点都说了，只是我有点没太明白，为什么我重新申请鉴定这个方案，你认为一定行不通呢？这涉毒案件的认定啊，在司法实践中，数量最大说和质量最高说是一贯原则。你在庭上提这司法解释，很难作为你申请重新鉴定的依据，明白吗？我能理解毒品都是有纯度的，尤其是化学毒品，有 A 级品，还有 AA 加。但是像摇头丸这种以 K 粉作为原料且占绝大比例的，这是标准，法律就是标准。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一个活了17年、364天、23小时59分59秒的人，过1秒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吗？前者就是未成年人啊。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无数的这样的标准组成的。我们可以去跟合议庭谈一个标准是否合理，也可以尝试去探讨在同一标准下是否公平。
我是不是根本没必要从这个方向进行辩护？每一个律师办案呢，都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同一个刑案，切入点也不一样。你的这个方案呢，我认为不可行，但是我很欣赏你的思考方式。不管是做律师，还是做其他的任何事情，甚至哪怕是说你不做任何事，只在生活里独立思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针对季新律师的投诉，当事人那边我已经摆平了。既然您都说律协不会继续追究，那应该就没事了。那个律师跟着哪个合伙人呢？付超的人。哎呀，都跟了5、6年了。我立刻让付超开了他。律协竞选这种事儿，大家不一定拿脑子投票。只要有人投诉，人家可不管季律师冤枉不冤枉。明白，主任。不过这事儿我这么看啊，这次律协竞选，张正可谓毫无胜算。乔婷现在本儿都被扣了，想转锁根本就不可能。张正啊，现在肯定是在头疼，怎么才能甩掉乔少廷这个包袱呢？我觉得德日所没有想甩掉乔少廷，还给他配了一个能出庭的律师。没想到啊，这么快就能拿到代理权，还这么顺利，可以向最高院去报备啦。挨了顿打，压了辆车，要这顿算顺利的话，拜托啊，不顺利的案子别介绍给我。哼哼，看来你现在连3万块的挂靠费都掏不起啦。钱我一定会付给你，但是不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填在委托书上。小律师，你很愿意为这个案子出面吗？我无所谓，有案子就做呗。虽说有时候逃避直视对方是个本能，可是做律师呢，我建议啊，你这个习惯还是改一改。我无所谓，我有案子就做，这样行不行？你知道金港律师行业除了德智所和金富所之外，还有一个大所乐动所，去年破产解散了。乐动所的合伙人呢，张乐栋是我的一个前辈，他是咱们国家海商领域当中屈指可数的专家之一。3年前，他实名举报邝北平学术造假。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啊，很快就风平浪静，不了了之了，甚至在互联网上都找不到什么相关信息。现在和乔耀廷搭档的那个女律师，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啊？来咱们所面试过。难道德智所开出的待遇比我们好吗？人各有志，更何况他在咱们所应聘的时候说自己是乔少廷的铁杆粉丝。因为有了他，乔少廷就可以视投诉无误了。德智所这不是在钻规则的空子吗？那主任，您要是觉得有必要，要不我再去找他谈谈，看他能不能再回咱们所。不必。
总不能说德治所只要给乔耀庭招一个有本能干活的，我们就去挖一个吧。是。就在去年，乐动所呢代理了一起国际贸易纠纷，跟单信用证里的保对条款把他们搞死了。张乐栋认为是遇到了信用证诈骗，我跟张正呢找了一些国外的朋友，四处打听了一下，最后发现是供应商下的套，而那个供应商的法务叫詹英，就是邝北平07届的硕士。新入行的律师免不了毛躁，又是跟着乔耀庭这种喜欢胡来的。你去查一下这个肖律师，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主任，您是打算要我？这个肖律师如果做错了什么事，受伤害的人自然会投诉他，管理部门自然会处置。我打算什么？与我有什么相干吗？当然。尽快去办。别疑神疑鬼的，没人。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我正跟客户吃饭吃一半呢。主任让我查肖真的把柄。哪方面？违规、违纪或者违法。还是这一套。合法伤害权这事儿，邝老爷子玩得太溜了。我琢磨琢磨吧，尽快回复你。你什么意思啊？主任这回是动真格的，一旦被他揪住小辫子，他真的会废了肖真。他不就做这么使的吗？哎，你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呀。我是说肖真是可以牺牲的，但我没有说过他是用来牺牲的。就别抠这些字眼了。再说，他要是真被废了，后面谁替少廷出面办事儿？不是还有韩律师吗？你顾虑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我觉着，一旦肖真出局，少廷就只能去找韩律师，他们俩会是完美组合。更何况，韩松阁的儿子不是邝北平想动就能动的。那要是真这样的话，肖真不就……当然了，少廷和韩斌联手，会彻底让老家伙把矛头指向德治所。不过这部分我也想开了，不管怎么，他都会针对我们所的。我爸跟吴老太太商量好了，要把这房子呢留给小东。虽说我们家一直都是我跟志华在照顾两位老人，可是小东他的经济条件不好，而且一直都跟两位老人住。您说说看，这房子要是没了，得露宿街头了。哎，我爸死了。你好。当时啊，也有提议说把这房子呢给老太太她的大女儿，可她有房子呀，她偏要说这是学区房，她还在这上学。你说上就上吧，那你得用房子来换吧，而且我们这房子面积大。你说这差价是不是得折现弥补给小东了？哎，这边，这老头老太太呀，都商量的好好的，还把我们都特地叫到一起，当着面立的遗嘱。那会儿我们谁也没想到，才过了1个多礼拜，人就走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忙忙叨叨的料理后事。我们以为等这事儿过了，小东自然就留下来住了呗，到时候我们再带他去过个户啥的。可是没成想，那姓李的俩孩子住下他就不走了，他还单拿出一份遗嘱，反倒说我们那份是假的。哥，咱爸死了。哎，乔律师，
你可不要越过那根黄线啊！心里那俩啊，说那一半是他们的，不让我们过去。您是我们这头的，那就别往那条走了。咱们进屋。前2天啊，因为迈错一步，还差点打起来了，派出所都来人了。啊，肖律师，您喝水。好嘞，谢谢。啊，肖律师。我大概听明白了，你们几位的父亲庞国老先生呢，在5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你们的母亲过世之后，和吴秀芝结婚。吴秀芝呢有2个孩子，大女儿李琦和小儿子李贺。2位老人呢婚后情感稳定，临终前写下遗嘱，准备把他们共同财产的这套房子留给庞志东。对对。 2位老人先后故去，李琦姐弟呢就起诉你们，要求析产，并且拿出另一份号称是2位老人订立的遗嘱作为证据，是这个意思吗？哦，我父亲在美院干了大半辈子的行政工作，他虽然不是专业学美术的，但是他老喜欢随身揣个本儿，他走到哪儿，如果看到什么事情他觉得好玩的呢，就随手描2笔。 既然传票已经收到，答辩期也没有几天，你们肯定收到了法院给你们对方证据的复印件。那我们看一下材料吧。没问题，是。小律师，我帮你说，你说这事儿，我真是一头恼火。你说好好的俩人吧，你在一道，你非要结什么婚，领什么证？他们这儿好了，夕阳无限好了，我们这是人间无限愁啊！哥，咱爸死了。陈不怕啊！ 我们当时候是不同意的，现在搞得一地鸡毛的。就是你说什么不合适？我们现在天天要送孩子上班，还要照顾我弟弟。你们随便点啊。啊，对，我可是接受不了新世界的红酒啊。哎，肖律师，这么有空？ 我刚到永清这边的一家红酒花园，一起出来坐坐。你知道我不会去的，这种多余的客套以后就免了吧。谁说的？我可是真心邀请您啊！真心的话，折现啊。哼。王博、雷小坤的代理权我们拿到了，最高院的人应该来京港。可京港是有最高院的巡回法庭的。 你见到的不一定是巡回法庭哪来的刑庭啊？似曾相识，一见如故。什么？我说这姑娘，也说这酒。 我说你整天带着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到处瞎逛，就不怕你老婆有意见？我现在转庭执业，身边得有个能出庭的。你这妆，八成就是这女律师的男朋友给画的吧？就是我那个前当事人的老婆的心相好，手底下的马仔给打的。听你们律师说话太绕，不重要。这是你托我办的事儿啊，看看有没有用。 这个邹亮啊，吸毒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之前啊，他从这姓齐的手下拿货，后来这姓齐的进去了，他就从那菲菲那儿开始拿货。而且，他死之前，办了一次人身意外的商业保险，是在那个宏安保险公司投的保。但估计他这死法，也没什么理赔的事儿。菲菲是谁啊？邹飞啊。 本地人，婚外城的，具体哪片儿我不太清楚。哎，南哥，你说我这儿好歹忙活的是将死之人的事儿。 你那儿盯着那个邹亮都多半天了。这个死去的邹亮啊，
总是让人觉得有点儿……我看你这是当侦查员时间太久的 PTSD， 你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不是超参标了呀？这是自费项目。你说你除了吃……海港支队赵新成说，邹亮为乔尔廷准备的被害人家财务明细是伪造的。对，包括朱红，还有他老婆严秋，还有他父母，还有他老丈人。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个东西给到乔尔廷，乔尔廷出庭辩护的时候作为证据使用，中院是会核实的呀。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乔尔廷让邹亮去制造这份伪证的话，除非这个邹亮能篡改银行信息库的记录，否则毫无意义。随便一核实，相信就被揭穿了。看来邹亮的经济状况是真的很不好，也难怪他会朝我借钱。那吸毒的有几个经济状况好的？而且他之前，他们这个京港银行内部还做过一次审计，好像还真查出了点事儿。当然这些我也都是从京港银行一个法务那儿听来的，没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就冲他能跟你打电话见面这事儿，这也不太像是真的有事儿哈。那这法务参与了吗？内部审计他肯定找外边人。京港银行外聘的律所有好几家，包括金富所。查查是谁。不管乔尔廷原本打算拿这份财务单据做什么，除了告知法庭说你看我伪造的单据真不真之外，毫无意义。你说这石家律师不会算账也就罢了，逻辑性也这么差。说到点子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份伪造的银行单据啊，与其说是针对案子的，不如说是针对乔小婷本人。不管真的假的，或者有什么用意，乔尔廷根本就没机会拿到这个东西。你刚才说他们还查了哪些人？朱红和他所有的近亲属。歇会儿啊！要不要点点吃的呀？可劲儿点啊！今天我买单。工作这么多，全职猪头不干活，哪有时间吃饭啊？我这个也是正事儿，我托我一个哥们儿帮我打听点消息。看见他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正常人了。哎，你看看他，有没有觉得他像某个日本漫画里的人啊？啥？一拳超人啊？啊？一拳超人吗？我大概真的是老了啊。这齐老师是做什么的呀？我之前帮过他一点小忙，他这个人呢重情义，包括今天那个抵掉那富康车就是他的，他认识我真的是倒了大霉了。嗯，关系确实不错。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了吗？真不能说，只要我说了，关系就该不好了。我就让他帮我收集一些有关于邹亮的消息，就是那个我遇害的同学。跟你做同学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说起邹亮，他大概是我这些年最瞧不起的人。但是现在想想，我有什么资格瞧不起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哎，看你这么早回去，我还以为你睡了呢。没呢，我找月亮呢。啊？什么？哦，没事儿，你说吧。啊，我问了那个法务，
他说他们银行参加内部审计的常年法律顾问是金富律师事务所，开会时到场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叫邝北平。我知道了，辛苦。薛律，今晚咱们出来做，也是我们哥俩有点事儿想找你谈一下。说，你知道这段时间来，主任吩咐我们做了不少事儿，基本上都是针对乔少廷的。拆迁公司那个姓曹的，还有人心所的马律师。我知道你从马律师手里撬过来的那个案子，那个被性骚扰的女孩手里证据不足，案子你赢定了。就有点缺德。男女这种事儿很难说清楚。你的当事人做过什么，你心里头一清二楚，不是吗？不错。我也喜欢风流，但我讨厌下流。少廷，你怎么今晚有空给我打电话？你方便说话吗？有个事儿，我可能要找你帮个忙。难得你跟我开次口，说吧，只要我能做到。哎，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没事的话出来坐坐。永清路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红酒花园，我刚到。哎，这档次……我跟你说正事儿呢。家伙呀，你能不能活得轻松点？哦，对了，我先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儿？在你那儿能看见月亮吗？晚上，我和乔律师去了府南街一家叫朱哥的酒吧，在那里整理了西产案的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就分开了。那就是说，雷小坤的死刑复核代理权他也拿到了。是，但他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乔律师似乎向我暗示我，你觉得他会把这么重要的死刑复核交给你？我不知道，现在他还没有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案件的具体情况也没有告诉我。肖律师，不要以为跟乔律办了2个案子就是他的心腹之人了。乔律是老江湖，他一时不变，只是利用你。我知道，只有洪律师真心为我好。你可以走了，明天有什么情况继续向我汇报。洪律师再见。我上天文网站查了，昨天是这个月的农历初1，晚上很难看到月亮，而且我还查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从昨天到今天就是多云多云，都不是多云转晴。你问我有没有看到月亮，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随口一问。不，今天主要来找你是为了让你帮我一块儿去查一查。不可能，我跟你一个宿舍那么些年，我太了解你了，乔少廷，你绝不可能是随口一问。你到底什么意思，少廷？我真的就是随口一问。不对，不，我昨天在我们家天台上没看见月亮，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打电话问你一下呀。您说，有病啊！哎呀，你换车了？这宏图律师的车，我借用一下。那你原来的车呢？一言难尽，你哪儿那么多问题啊？走啊！你现在什么都不敢跟我说了，快什么都不跟我说！哎呀，走！
哎，昨天晚上的夜宵是你花钱买的呀？别客气，你就不用回请了。谁要回请你？我是说那个味道不错，而且你今儿还得请我吃顿好的呢。也是发现了什么可以邀功的干货了？你昨儿不是跟我说咱们无权进入公安内网吗？别跟我说你黑人家了。还没做到那份儿上。不过我有权进入咱们法院内网呀。废话，那我也能进去啊。我查了一下被害人朱红和他近亲属有没有过涉诉的记录，结果查到2年多前，朱红的岳父严培旭有过一起民事诉讼。隔壁邻居厨房渗水，相邻关系的损害赔偿。诉讼标的一共是600多块钱，估计主要是为了置气吧。但你看一下他的代理律师是谁？邝北平，金富律师事务所主任。他不是主攻刑法的专家吗？你说，是什么样的关系能让邝教授心甘情愿地为一个几百块诉讼标的的民事案件亲自出庭？说吧，想吃啥？别着急啊，你再看看这个。我又查了一下邝北平这些年在金港的案件代理情况，发现他不止1次为金港银行的贷款案件出庭，或至少挂过名。金副所是金港银行的常年法律顾问。那个邹亮，不就是金港银行的？少廷，我可仔细想过了啊，你昨天是不是假装问我有没有看见月亮？实际上你是想提醒我昨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对吗？啥？6年前你们造反成功，邝主任离开了德智，带着我和付超成立了金府。我记得就是在5、6月份的某一天，但是我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实际上就是昨天，对不对？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我甚至都不记得是哪一年。我是真的只是随口说了一声。我拜托你，你不要总是追问我行吗？哎呀，你让开。哎呦，具体的你回去自己看吧。大概的情况就是，当时审查发现，作为信贷经理的邹亮，可能存在协助借款人伪造担保材料，并收受回扣的事实。邝主任参与了讨论分析，并跟邹亮进行了谈话，断定其并未构成违法或者违规，所以邹亮什么影响都没有，甚至连内部处分都没有。邝北平跟邹亮单独见过面。嗯。3月11号。怎么了？就在邹亮死的前一天。哎，少廷，你该不会是认为邝主任杀了你那个老同学吧？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们会在德智造反，把邝北平从主任的位置上给选下来，甚至逼他离开吗？这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吗？市群里的幼师长大了，总要把头领踢开，更何况你和张正找来了韩松阁的儿子做靠山，不想再位居人下了。不是，是因为跟着邝北平做了那么多年的案子，我跟张正逐渐的发现，他是打着代理和辩护的名义，利用在行业内的资源和影响力，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违法吗？违法，而且昧着良心。哦，你不要跟我说良心这2个字。哎，如果用这种道德绑架的方式占领制高点，你可以批判所有的律师，但你能说所有的律师都没有良心吗？
别忘了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三产，我们是服务行业，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法律的技术支持。是我们的行业标准就是看合法还是违法。不光我们这个行业，哎，就算在法庭上认定事实，靠的也不是所谓道德和良心，而是证据。我知道你没法接受这个。对啊，我就是个没有良心的人啊！不，你是个真小人，但是你有良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比我和张正更有良心。真的。感谢乔大律师终于对我的认可。我懂你的意思，我也不想冲什么伪光正。哎，东子，你跟着邝北平读他的在职硕士，又跟他共事了那么多年，你就一点儿都没发觉吗？他对什么？发觉他其实是个邪恶的人吗？比邪恶更邪恶的邪恶。那是什么？伪善。我们有的，你可以都有。主任真的要是有什么状况，咱们仨谁都好不了。就算主任真有什么事儿，我们能怎么样？离开金富？这些年，所有的资源都掌控在主任的手里，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来吧。目前倒真是没有证据显示东港拆迁公司对他们实施过暴力行为。还有就是他们请的那些律师，有点死磕的劲头，一再要求证据关门时间，可能还是不死心吧。这种小撮的底层律师不用理会，我会让他不要继续再闹了。你专心走好你的法庭程序啊。好。小丁，孙洛故意伤害的那个案子，用词准备好了吗？我还是希望争取一下无罪辩护，毕竟涉案凶器上采到的指纹不光是有孙洛的。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做案子不能光抠细节，要从最核心的法律关系入手。这明明就是一个有定论的案子，审判长老姜也是第一批复员从事司法工作的，我很熟悉。你尽量配合好庭审，给被告人争取一个罪轻辩护就可以了。少宁，我觉得主任说的没错，咱们就尽好自己的本分。少廷，你得改改你的臭脾气了。我们是律师，我们是办案子的，我们不是靠编排案子去坑当事人和被害人的。但他现在是主任，咱们所有的核心资源都掌握在他手里，咱只能听命行事啊。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主任，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你说什么呢？我问你能不能保证，你不会成为另一个邝北平？行，反正我也当不了这主任，我跟你保证。我保证你会坐上主任的位置。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大男人又是同行，在你们单位旁边喝个咖啡，这不是很正常吗？再说是你让我来的。张主任，今天还是冰美式啊？对，谢谢。好的。
昨天你说那事儿有辙了。肖律师前不久承接了一起交通事故的损赔案，我们的客户是被告芈月阁，可是刚开庭不久，有个叫李彩霞的找到原告律师孙志英，向他透露了芈月阁在安全和劳动保障上的一些纰漏。孙志英以此要挟芈月阁，和原告达成了庭外赔偿和解。这个李彩霞是一个法学本科生，据说正在准备司考。他有一个同租的室友，叫肖珍，恶意串通对方，损害委托人权益，这可以吧？肖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他们也收了好处，或者就是单纯的同情心泛滥，谁知道？你是怎么查到内情的？这也不重要。有证据吗？你只要把这个告诉邝北平，他就算是辩，也会给你辩出证据来。剩下的就交给律师法。先生，您的宾律师。哎，谢谢。你不会也是同情心泛滥了吧？肖律师才刚刚入行，你这么做会断送他的前程的。拿不出把柄来，你没法在邝北平那儿交代吧？肖律师断送了前程，我也觉得很遗憾。可是，在保你还是保肖律师之间，我肯定得选择自己兄弟啊。再有，恶意串通对方这事儿，肖律师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我总不能让你去告诉邝北平，是你俩合谋撬走了我们的顾问单位吧？啊，书过的常年法律顾问，全都在这儿。瞧你，开个玩笑都开不起了。开得起呀！你都把我给逗乐了。难得你想的这么的仔细周全。邝主任，交给我，我去说。走了，先记我账。好的。这模范重组家庭，老家一走，为了房产打的是头破血流啊！庞家子女提供的这份遗嘱呢，是一份代书遗嘱。两位见证人谭鑫和马莲都是庞国生前在美院的同事，与继承人呢并无利害关系，所以形式上倒是没什么问题。两份遗嘱都有签名和手印，手印我不太能看得出来，但是签名的字体很像。要是提笔迹鉴定的话，对了，我走访了谭老太太，我觉得她说的应该都是实话。庞家子女也不至于伪造出一份遗嘱出来吧？嗯。问题在于，咱们手里的这份遗嘱呢，落款竟然没写日期，而吴家子女的这份遗嘱不仅是自书遗嘱，落款也是有日期的。理论上，没有署名日期的遗嘱很容易被对方主张无效。对方手里的这份遗嘱呢，订立时间是去年的6月26日。咱们手里的这份遗嘱，庞家子女说是老人过世前不到2周变更的，和谭鑫确认这份遗嘱的订立时间吻合，那它就能代表2位老人去世前最终的真实意愿。意愿真不真实，这事要靠证据。证据形式要件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光凭代书人、见证人以及被继承人的证言是无法让合议庭相信我们这份遗嘱是有效的。那你说怎么办？这份遗嘱里有没有提到之前订立过其他的遗嘱？或要撤销其他遗嘱？没有。那你有没有问过当事人或代书人，为什么当时在这份遗嘱写的时候没有写上时间吗？根据谭老太太回忆呢，代书遗嘱的时候，她写完了就找2老确认，
确认完没问题就签字摁了手印。他准备拿回来把日期写上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床头的茶杯打翻了，茶水就把这张纸给泡了。结果谭老太太又重新抄写了一份，让二老确认签字摁手印。第一份就没有日期嘛，所以抄上的这份也没有日期。一来二回的一折腾呢，最终就是把这日期给忘了。听起来呢是有这个可能。那份被茶水打湿的遗嘱是不是已经被销毁了？早就撕了扔了。无所谓，就算找回来，那一份也一样是没有日期。另一名见证人马莲，你还是要再走访一下。办案子务必要穷尽手段。我们不一起去吗？我还要去海港看守所找王伯雷、小坤签委托书。没有本儿你怎么去会见啊？穷尽手段。不是说这个案子的事务性工作也由我出面吗？你是不想让我碰这个案子了？你别误会啊，我就是自己心里头有点不安。以我对邝北平的了解，我俩一旦合作，他对我的打击一定会接踵而至。但是到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所以，难道说出门就得被人砍，你才比较安心吗？邝北平不是暴徒，他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一向都是利用某种看上去合法的手段，通过制度来打压对手，包括对待我。他除了利用制度让我暂停职业资格，剩下的就是尽可能的孤立我，直到让我行业性死亡。也就是说，你成了孤岛，而我，是你最紧密的行业连接。他要是打算继续孤立我，应该会对你下手。你是担心邝北平会破坏我们的合作？本来还以为搭上了一个有案源的老律师，非得把我从财政研身边赶走。这个邝北平真的是个坏人。很难判断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他是不是个坏人。只是王伯雷、小坤这个案子牵扯到了朱红的失踪和邹亮的死，显然这两件事情都跟他有关系，不然这段时间他何必要如此的关照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么如此的针对你，是他在害怕。我知道，我一定是有做得对的地方，而我对的这部分，有可能是他犯的错。肖律师，你有没有考虑过风险成本？你是说来德智的时候，还是我们俩刚开始合作的时候？没区别吧？保持联络。乔律，你刚才不是跟肖律师出去了吗？哦，肖律师去取证了，我得去趟看守所。谢谢你的车。乔律，还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吗？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帮我了。门给你带上了啊。又不接电话。东北
又见面了。哎，你说我俩刚分开不到2小时，又在我们所楼下邂逅了。对呀，怎么又见面了？我刚好路过这儿。你刚好路过，我又刚好看见，刚好我又上了车。哎，就冲这个缘分，我今天还得再用你一下。你被征用了。安全带，快点，我给你系。哎呀，行了，哎呀，慢点啊！你还不赶紧去上课？我要去取证了。上什么课啊？我听课证丢了。丢了你跟他们说呀。我在门口签到那儿跟那个人磨叽了半天，人家说只认证不认人。不能补办吗？人家说了可以补办，你拿着身份证去培训中心就可以补办。但是我身份证呢寄回老家调档去了，后天才能寄回来。真给我面子！哎，干嘛去啊？来，把这拿着，进去。分别会见王博、李小坤，让他们把字给签了，可能得有一阵儿。正好我借你车用一下，在附近办点事儿。肖律师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啊？他办别的案子去了。怎么了？你们主任打算对他下手了？你这说什么呢？你这整天都什么奇怪的想法呀？可能是这2天姓邝的没怎么挑衅我，有点不习惯。哎，你要是皮痒这事儿，我还真帮得上忙啊。那行，让他有什么冲我来。下车。小心碰头。你少来吧。哎呦！律师到法院能说自己没带律师证吗？那公安去抓人能说自己的居留证丢了吗？这么重要的事儿都不上心，就你那姐们儿，上不上课不打紧。走吧，我还忙着呢。您刚才说的呢，都是比较正式的场合，这是一个民办的收费培训班，也没必要卡消费者，是不是？不管你说什么，没带听课证，我没法放他进去。走吧。来一把。范律师，等我下课再过来。好。你也是律师吧？啊。那怎么在这帮忙签到？您是政法毕业的？我这个是我原来同学开的，我就过来给他帮个忙。那您是我师哥呀。你也是政法毕业的啊？啊，我在政法读那个在职硕士。硕士？哪个方面啊？邝教授的刑诉。哎呦，邝教授的硕士啊？老爷子现在还收硕士吗？他现在很少收硕士了，我也是有朋友引荐才有的机会。谁呀？你为什么总是不接电话，肖律师？师兄？谁是你师兄啊？我？给谁？哎哎，你好，你好。哎呀，小戴呀，你怎么跟那肖律师在一块儿啊？啊？赵敏，这2位是最高院的同志，需要提醒一下王博和李小坤。哦，有律师正在见他们俩。不过没事儿，我可以优先安排您2位。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等你们让律师见完再说吧。正在会见王博、李小坤的是哪位律师啊？
哦，叫薛东，金富律师所。金富所，就邝北平那所。两位这边稍等一下。好。可以啊，这当了律师就是不一样啊，无证驾驶还有赠品。快去上课吧，我还得取证呢。别绷着了，心里得意就笑出来吧。快去吧，走啦。邝北平不是暴徒，他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一向都是利用某种看上去合法的手段，通过制度来打压对手。这乔尔廷有两下子啊，居然能指使金富所的律师替他出面办事儿。没办法呀，而且他现在这种尴尬的身份，没准对咱们来说还是好事儿。但他现在的身份是不能直接参与任何代理工作的。确切的说，他和王博、李小坤的案子名义上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所以啊，如果需要沟通的话，咱们跟他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需要回避的情况。哎！我一双学位的人，都办完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来，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你这是干什么呢？姚律师，明天资产重组的案子开法务会要用这些资料。你印这么多，那复印机不也得歇歇吗？那么多复印机呢，换着用啊，别给印坏了。哎，洪律师，主任，肖律师是不是又跟着少廷出去了？他俩今天好像没在一块儿。怎么了？咱们德智新兴又惹事了？闽月阁那个案子，肖律师私下串通了对方律师，逼着吴总庭外和解了，这事儿可能要炸。我就知道这事儿没这么简单。乔丽教他的？这事儿跟少廷还真没什么关系。那怎么办？我再想办法。行，我约了人吃饭，先走了。务必要保密啊。知道。他俩就是在这儿把笼子给踢下去的。那你带我上这儿来干嘛呀？我想把你推下去，测一下水流多长时间会把你卷到入海口。你好烦，真的，以后不许瞎开这种玩笑啊！我刚才真的是紧张了。紧张什么呀？要是你这么说，我肯定不会害怕。所以你看，还是我信任你多一点。把你推下去与我有什么好处吧？除非人家给我1个亿，啊不，起码3个亿，我才会把你推下去。虽然没钱拿，但是如果你把我推下去，一定会有人感激你，而这份感激会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受用很久啊！来吧。这话说的，
王伯李小坤把囚禁朱红的笼子从这儿踢下去，这笼子在入海口附近被打捞出来，朱红不在里边，我怀疑朱红没有死，所以我做了一些假设。假设朱红还活着，或者他想诈死，他会联络谁？家里人。所以呢，我让在京港银行工作的邹亮帮我查朱红家的财务状况，结果邹亮死了。当时留在车里的材料还都是伪造的，我也被抓进去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邹亮之前涉嫌渎职，被内部调查，与会提供专家意见，或者说确定邹亮罪与非罪界限的专家，就是邝北平。邹亮出事之前，单独寄了一份材料到我家，这份材料里有朱红的家里真实的财务状况，这部分印证了我的假设。朱红的家属之一，也就是他的岳父严培旭，是邝北平当年在兵团的战友。你是想说，邝主任通过渎职挟制邹亮，然后给你提供假的信息，最后把邹亮给杀了？这里面有一部分我也没想明白，也许邹亮是死于意外，或者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咱不妨再做一个假设：如果邹亮没死，而我相信了他提供的材料，那你等于是向司法机关提供伪造的证据来陷害被害人的家属。这就是这件事情大概的来龙去脉。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你这里面太多假设了。他说我为什么要了解呀？肖律师是谁派来的呀？你还是张正？还是说你俩都有份？要再想蒙我，我俩就真的有可能会在入海口见了。就算是我吧。你把他派到所里来是为了私下帮我？当然不是。我是要派个人和你一起扳倒那个人，我好做上金富的主任。你，应该不会这么想。你也不可能真的把我给踹下去。可是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就相当于把一个新入行的年轻律师置身于职业的悬崖上，一脚把他踹下去。这是他自愿的。这里头有什么风险，他很清楚。在我跟邝北平的较量中，有很多人都在观望，而有些人发现他没有办法再袖手旁观，因为邝北平一旦干掉我，接下来将会轮到他。你原本可以观望的，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选择帮我，谢谢你。我只希望不要牺牲肖律师。你今天没陪他去看守所？今天他说他找别人陪他去了。你不在他身边，乔律还真是没抓手。今天我在律所碰到他，他还问过我。我当时正好有事儿，实在没工夫陪他去。那如果您今天有时间的话，您会陪他去看守所会见吗？当然了，大家都是同事，举手之劳的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洪律师再见。肖律师，乔律办案，
喜欢掺杂一些个人价值评判，你最好不要被他带偏，否则真出了事儿，能救你的人不会救你，想救你的人救不了你。洪律师，请放心，不管是经手的案件，还是关于乔律师，我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只是希望不要牺牲肖律师，他很优秀，而且潜力巨大。像他这样的人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那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和他搭档啊！而且人现在在你那儿，我说了不算，还有乔少廷。不管是我还是肖律师，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跟你在一起搭档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你这会儿在这儿当什么好人？你说的对。我确实后悔了，我不管，你想办法让邝北平不要再针对他。我怎么可能呢？你帮我在京港银行调查资料的事，也许你能糊弄过去，但是今天在看守所，你会见王博、李小坤的记录，如果邝北平要查，是一定会查到的。你负责保护肖律师，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出卖你。乔少廷，你说的对，我不是什么好人。你什么时候成了邝主任的在职硕士了？咱不是互相利用吗？能用到我就用了。今天我就在干本来该你干的事儿。怎么着？乔律师回来找了你，你是来诉苦的吗？顾问费的事儿已经提现了，怎么交接？今天有点累了，改天再说吧。你等等，还有什么事儿啊？你们俩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什么算作异常？就是最近你们办的案子当中，有没有什么关于星象和月亮之类的？你要是再不挂电话的话，我就会有很多跟太阳有关的话对你说。辛苦啊！喂，哎，刘法官，是我。明天上午是什么证据？好的，明白。那明天上午10点第7法庭。谢谢您，再见。唉，看来明天也会很辛苦啊。不仅是辛苦，还有一些烦恼。韩律师，您觉得乔律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他，我不太了解。但是张主任给我讲过一个他们大学时代的事儿。张正、薛东、乔少廷那会儿住在一个宿舍，据说有天晚上他们嘴馋了，想吃宵夜。张正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几盒羊肉片，于是他们又从隔壁借了加热棒，还弄了一锅开水，但是没有调料。张正是个讲究人，没有芝麻酱、韭菜花和酱豆腐的传统组合，他宁可不吃，也不想破坏自己对铜锅涮肉仪式感的美好向往。薛东则不然，他因地制宜，用辣椒油卸了2块红方，用他的话说，这叫吃到嘴里就是真理。那乔律师呢？张正跟我说，乔丽劝他们先别着急，等他回家去调料。那时候可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也没有通宵的火锅店。乔律师骑着车往返20公里，从家里拿回了芝麻酱还有别的调料。等他们3个吃完，天都快亮。
我能感觉出乔律师是一个很执着的人。照这么说，他是不是也很会为他人着想？如果你指的是他没有把你的名字写在2份委托书上这件事，那他应该是为你着想的意思。可我确实又有点想办这个案子。你的烦恼不是你能不能办这个案子，而是乔律师会不会答应你。如果他来找我，我会拒绝的。乔律师既不想伤害德之所的同僚，又找不到对邝北平无所谓的人，他剩下的选择就很少。韩律师，我想请教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请教不敢当，你说。 2份书写时间相近的书证能否通过笔迹鉴定区分出时间的先后呢？这个，我得帮你问一下司法鉴定中心的朋友。哎，小厂，怎么了？那个，虽说你是受害人，但也是案件的证人。不是，你都答应我来做笔录的，这都多久了呀？你被打到住院了呀？哦，不好意思啊，我这一忙给忘了。哎呀，反正我伤的也没多重。哦，所以你就放了襄阳分局的鸽子？啊？我说乔二婷，你是有多不愿配合公安机关呀？啊？我真没那意思。你这样啊，明天我肯定去。我就是善意的提醒，你随便。哎，校长，你稍等一下。说。王博、雷小坤那案子，如果我有总结出一些案件疑点，我是说啊，我知道海港支队有很多人都是你的小兄弟，你能不能帮忙提醒一下他们？你是知道规矩的。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到最高院了，你让我私下去找侦办人员，你几个意思啊？你听着，既然你死盯这个案子不放，我建议你把你觉得有疑点的地方准备一份书面材料，按照正规流程向你觉得合适的机关单位申报，肯定会有人接收的。你的意思是，海港刑侦支队其实还在……我什么意思也没有，记得明天来录笔录。我问了一下，司法鉴定说，类似这样的鉴定，对于物证本身和用作比对用的检材要求非常高，而且通常情况下很难识别。但是有意思的是，今天还有一个男律师也亲自到了司法鉴定中心去询问了同样的事情。乔律师，我的朋友说，是他同事告诉他的，具体没有问，但根据描述，大概是那个骑行20公里往返去取了芝麻酱的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儿。看来大家都想到这个突破口，但是此路不通啊。刚才另一个案子的法官通知我，明天上午还得去听一个录音证据，原告刚提交的，也不知道搞什么飞起。证据突袭是吧？嗯，没关系。如果当庭质证拿不准主意的话，你就跟他们说，回去和当事人核实。不想这么训呀，第一次突袭就被打得不能还手了。那你可以叫乔律师一起，他是反突袭的高手。当庭质证，还可以隐晦地向合议厅提议确认证据关门的时限。乔律师呢，现在一门心思的都放在雷小坤和王博的那个案子上了，我就别给他添麻烦了。再说他去了也就是做旁听席，真要有什么临场应变的，其实他也帮不上忙。你信任乔律师吗？我觉得他很想信任你。其实你可以试着信任你身边的伙伴。韩律师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伙伴？每个人不一样，应该是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人吧。这个你应该分辨得出来。就像那天你吃的那一碗意面，一开始你不觉得辣，但是后来你吃出来它是刚出锅的，是热的。吃口暖食，总会让人觉得心安一点。
韩律师，您是？你明天质证是上午还是下午？上午10点。那你还有没有时间去找当事人再拿一份委托书？可以啊。9点半，拿着委托书到所里，盖章出庭函，我陪你质证。我也是律师。我能不能来一杯？关于那笔顾问费啊，我跟你说一下怎么交接。啊，你说。今晚月色真美啊！你说什么？月色真美。你是说乔少廷？这话不是对你说的，我跟你说一下怎么交接。哎，等等，等等。你刚才是不是说今晚的月色真美？这话是不是乔少廷说过的？他问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的是实话，你自己抬头看看呀。还有那笔钱，你到底想不想给我了？